通天树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。国王有一座花园，花园中间有一棵通天大树。有一天，公主在花园里散步，当她走过树旁，突然刮起大风，风大到她以为树要被连根拔起，但风只是将女孩吹起来，放到了树顶上。国王宣布，如果有骑士能将女孩从树顶上接下来，就将女儿和一半王国给她。前来的骑士中，不乏如同美丽蜡烛一般漂亮的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爬上那棵树。宫里有一个猪倌，名为小亚诺什。有一天，他放着猪走进森林，一只小猪跟他说：“小亚诺什，你去把公主接下来吧。”“你说什么？你这只小猪，说这种不靠谱的事情。”“我不说不靠谱的事情，小亚诺什，你去国王那儿，并且告诉他。”小亚诺什当天晚上便向国王报告：“你有什么事儿啊，小伙子？”“国王陛下，如果你允许，我可以爬上树将公主接下来。”“好的，小伙子，我同意。如果你掉下来，最好当场死去，不然我会因为你胁迫我而杀了你。”“好的，国王陛下，如果你允许，请杀一只水牛，用它的皮为我做7双皮鞋、7身衣服，等到它们破了洞时，我就回来了。”小亚诺什将斧头砍进树后，像猫一样爬了上去。他一直用斧头往上爬，小亚诺什一直爬到了最长的树枝上。他无法站住，只能像毛毛虫一样爬着前行。到达末梢时，他站起来，闭上眼说：“再见，世界。”随后，他便像青蛙一样跳到了叶子上。天哪！这里也有一个跟在底下一样的世界。当他左顾右盼时，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：“你到哪儿了，小亚诺什？”是公主在对他讲话。“我在找你啊，公主。”“嘿，小亚诺什，你知道我的丈夫是3头龙吗？如果他知道你是为带我回家而来，你立马完蛋。”公主将他带进屋里。“小亚诺什，我把你藏起来，不让我丈夫回来时找到你。我先告诉他谁来了，因为他会很激动，之后再让你出来。”龙回来了，从7里地外就能感到地动天摇，大门被撞开，他进来后开始咆哮：“这是什么异味啊？啊，谁来过这儿？”“啊，亲爱的丈夫，你别生气，我的猪倌能为在这儿服侍我从下面的世界爬了上来。”“啊，好吧，让我看看你是半个还是整个废物。坐下，和我一起吃饭吧。”小亚诺什开始吃吃喝喝。龙吃饱喝足后，带他去马棚，告诉他要做的工作和要照顾的马匹。在最里面的角落躺着一只小马驹，它瘦的腿都合不拢了，而其他的马则都胖到离谱。龙对小亚诺什说：“小亚诺什，你负责喂它们和清洗它们，但那个小马驹你不用清洗它，也不用给它一样的食物。它要干草时就给它燕麦，它要燕麦时就给它水，永远不要按照它要求的来。”小伙子按照龙的命令去做。有一天，龙外出打猎，小亚诺什去马棚喂食。他停在瘦弱的小马驹身前。“可怜的小马驹，你为什么如此瘦弱？你无法站起来吗？啊，你这小可怜。”“小亚诺什，我见你心地很好，我知道你为何而来。如果听我的，你将会很幸运。你看，小亚诺什，
明天是周日，你现在进去告诉公主，让她想办法从她丈夫那儿打听她的力量来自哪里，然后你再告诉我。事情也是如此发展的。第二天，公主对龙说：“亲爱的，今天不要去打猎，我一个人很寂寞。”她俯身开始抚摸她，龙非常高兴，以为她爱他，实际上他爱她如粪土。我亲爱的丈夫，如果我问你问题，请回答我。我亲爱的妻子是什么？你想要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告诉我你的力量来自哪里。我亲爱的妻子，除我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。那你不是真的爱我？我当然爱你。如果你爱我，那你就会告诉我。我亲爱的妻子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大秘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我看来，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后，他们就拥有同一颗心脏和灵魂。好吧，亲爱的妻子，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森林里有一只银熊，它每天中午都会去河边喝水。当有人将它的头劈开，会有一只兔子跳出来。如果有谁将它杀死，将它的头劈开，那里面有一只盒子，盒子里有9只黄蜂。如果有人用2块石头将盒子砸碎，并将黄蜂杀死，那我的力量便还不如一只生病的苍蝇。公主亲吻了他，并拿来一壶最烈的红酒。好吧，让我们为你的健康干一杯。他们将杯子倒满，龙大口喝下。公主假装喝了，其实偷偷将酒倒在地上。现在，龙说，也为你的健康干一杯。龙又喝了一杯。公主将酒偷偷倒在胸上。随后公主说，现在让我们为小亚诺什的健康再干一杯。又喝了一杯后，公主见丈夫有点醉意，亲爱的丈夫，让我们再为我们的长命百岁喝一杯。喝完，龙像一块木头一样倒下。公主叫小亚诺什进来。小亚诺什，我知道他的力量来自哪里。小亚诺什听完后，立刻回到马棚，告诉了小马驹。那么，小亚诺什，你赶紧去点燃一根木柴，烧完后拿3捧鱼镜给我。小马驹说。小亚诺什按照指示做了。小马驹舔了鱼镜，立刻站了起来。现在将我放出来。小马驹被放出来后，舔干净了所有鱼镜，随即变成了一匹5腿金毛马。小亚诺什，你现在赶紧去地下室，那里挂着金色马鞍和一件金色衣服，你快速穿上，把马鞍带过来放在我背上，把钉子上挂的剑也拿过来。小亚诺什按照说的做了。当他们赶到那里时，熊正好在小溪旁喝水。熊看到他们时，凶狠地咆哮着跑向他们。小马驹说：“不要怕，小亚诺什，要勇敢。”当龙的力量消失后，小马驹说：“我们可以大胆回家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”他们回到家，龙还躺在他醉倒的地方。小亚诺什，你和公主坐到我背上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老国王已经快要郁郁而终。就在他要死去时，小亚诺什回来了。国王陛下，我将您的女儿带回来了。我亲爱的父亲，我在这儿。他扑向父亲，3个人都喜极而泣。那么，我的儿子小亚诺什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。我将我的女儿、我的王国、我的一切都给你。小亚诺什娶走了国王的女儿，也许直到现在，他们还幸福地活着。